嗨，大家好，我是在德国工作的程序员 Fred。距离我上一次发布视频还是2年以前的事情了。然后今天我主要是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德国被裁员的经历，以及如果遇到裁员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去尽可能争取我们应得的权益，以及在德国，如果你被裁员、失业的话，德国会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福利上的保障和支持？那么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吧。Yeah。然后我是在去年的2月初入职这一家公司的，公司是一家在北欧丹麦创建的 startup。我们主要的业务是做跟电动车相关的充电桩以及充电桩付费相关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的一个公司。从我加入这个公司到工作到被裁员的那一天，这过去的1年多的时间，我是陆陆续续看到我们公司有同事从公司被裁员，或者是没有过试用期。所以其实在过去工作的1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在这个公司工作其实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但是大家都懂的，因为从2022年以来，这个科技行业的就业环境其实一直都不太好。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互联网大厂或者是科技公司都在裁员。所以其实我当时加入这个公司以后，想着反正也过了试用期，那要不然就先苟着嘛。但是我没想到苟着苟着，裁员的大刀终于还是来到了我的头上。就是到了今年2月份的第1个星期五，然后那天我的 manager 突然就把我和我们柏林办公室另外2个同一个组的同事叫到一起，说我们做的这个 billing 的业务要从我们这个柏林 office 拿走，然后要由丹麦那边接手，所以你们现在就会被 reorg。然后我 manager 还跟我说一句：“嘿 Fred， 你先留下来，我再跟你单独聊一下。”然后我的 manager 把我留下来跟他单独聊的时候，我看到他还拉了一个 HR 的人进来，所以我当时就知道这个事情肯定就不对劲了。当我留下来跟我的 manager 和那个 HR 聊的时候，我的 manager 他就说：“Fred， 不好意思，我们尝试过在公司内部给你找一个适合你的职位，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打算跟你解除劳动合同。然后这里是一份 agreement， 你看一下，如果你觉得没问题，你就可以签了，然后我们就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我当时看了一下，这一份协议上面是说会赔偿我1个月的薪水以及1个月的 notice period。这个 notice period 也叫做提前通知期嘛，就是你如果是在德国工作的话，一般你在劳动合同上面会签一个提前通知或者叫 notice period。大多数的公司呢，一般这个 notice period 是3个月。但是我们公司很鸡贼的，你知道吗？就是德国的劳动法规定这个 notice period 它最低只有1个月，所以我们公司就顶着这个最低的标准给我们签的是1个月，所以他在裁员的时候也只是说给你1个月的 notice period， 只要提前1个月通知你就行。另外就是关于这个赔偿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是1个月的薪水的赔偿，然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太突然了，而且这个赔偿条件也不怎么好。所以我当时也没有直接给他们答复，我说行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要先跟我的律师商量一下，看看我应该怎么样来跟你们谈判。所以我在得知我被裁员的那一天，我是没有直接给他们答复的。然后我跟我的 manager 还有那个 HR 聊过之后，正好是星期五，所以接下来我就立即联系了我的保险公司。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德国工作的话，其实是可以买一个保险，叫做律师险。如果你跟你雇主产生了一些纠纷，那么你的这个保险的话，它是会提供报销你因为这个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费用的开销。比如说，我现在跟我公司产生了这个裁员的纠纷，那么
我是需要请律师来帮我处理这个法律上的事情，这个保险它是能够帮我去覆盖掉这一方面的费用的，所以我才说，当我的公司他通知我要被裁员的时候，我会说我要先联系一下我的律师。那么接下来我就直接打电话给我的保险公司，然后跟我的保险公司说了我现在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跟我公司是签了一个永久合同。那么我现在在工作了1年以后，他们以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理由要把我给解雇掉，所以我现在应该怎么办？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保险公司他们有自己合作的律师嘛，他说你也可以自己找你信任的律师，因为我并不是很了解这边的一些行情，我就直接用了这个保险公司他推荐的一个律师跟他们联系了。然后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如果一直不同意当前我的雇主给我的那个赔偿的条款，就是1个月的通知期以及1个月的薪水的赔偿，我一直没有同意他们这个条件。到3月中旬，他们就给我下了一个最后的通牒，就是说，假如我们公司没办法达成协议，公司是可以强制性把我给解雇的。他在3月中旬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邮件，那个邮件就是说，我的公司跟我的劳动合同在3月底正式解除，相当于是强制性的把我给裁员裁掉了。也就是说，他给我发薪水发到3月底就没有了。然后我前面说的，我跟我的老板还有跟 HR 聊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2月初嘛，所以他中间是其实已经给了我1个月的通知期 notice period。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赔偿怎么样？他之前给我的赔偿是只有1个月的薪水，然后对，当时律师给我的建议是说我不接受他那个建议，然后当我的公司给我发了那个最后通牒，用那个英文说是 termination letter，我在收到那一个 termination letter 之后的3个星期之内，如果我有异议的话，我就应该去德国的法院去起诉他们。所以我在收到那个 termination letter 之后，我就马上联系了我的律师，然后我的律师就全权帮我去提交了一个起诉状到柏林这边的法院。所以接下来我的律师代表我去跟我的雇主那边，其实他们也有一个法务团队去沟通去协商。termination letter 是在3月中旬的时候收到的，然后收到之后，我的律师马上帮我起诉我的雇主了。然后这个法院受理其实也挺快的，我记得是3月底结束我们的劳动合同，但是法院收到这个 case 之后，他就马上安排了一次开庭，是在4月1号，我记得当时我回国了，然后他安排了4月1号开庭。我咨询了我的律师，我说这个开庭是不是我本人需要到场去跟我的公司一起去上庭？我的律师就告诉我，他说这个第一次开庭叫做 first hearing， 法院他会要看我们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和解。然后我的公司他一直是坚持他给我的那个赔偿条件嘛，但是我其实是不满意的，所以我的律师就说，你如果他们那个 offer 你不满意的话，那你就不用去，然后我代替你去就行了。所以第一次的 first hearing 我没有去，我的律师代替我去出庭的。然后也从法院那边来看，就是我们没有达成一个和解的状态。我的律师代替我出庭之后回来告诉我，法院又安排了下一次的，到了11月，我们4月初第一次庭审，到第2次要到11月，中间隔了7个月。所以我觉得他们这边办事的这个效率还是真的是一点都不急哦。我问了我的律师，假如我们一直没有能够达成和解，那会怎么样？我的律师当时给我的答复是说，就我们目前这种 case 来看，我们胜诉的概率是很大的。然后我之前也听到过有一个 case 是说，如果公司由于这种不公平的解雇把雇员给裁掉的话，那么我们去法院打官司，如果胜诉的话，公司需要把他从解雇你那一天起到你胜诉那一天这中间那一段日子的薪水赔偿给你。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是4月初被裁掉了，那么我从4月到11月第2次开庭，如果我第2次开庭我胜诉了的话，他是需要把4月份到11月份7个月的薪水都要赔给我的。然后我当时就去问律师说，那我一直不接受他们和解条件，我是不是可以得到这个7个月的薪水赔偿？律师当时给我的答复是说，他说以前德国是这样的，但是从前2年开始，德国的法律改了，
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是，假如我打官司胜诉了，那么胜诉了以后我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补偿呢？那么我到11月份要继续回去给我原东家上班，继续给他们工作，但是中间这一段他没有薪水赔偿了。我的律师告诉我，就是中间这7个月，如果你想把这个薪水给追回来的话，你需要再去提交一个 case 去上诉，去追回你的薪水，而且这个其实是非常耗时耗力的。所以他给我的建议是说，如果我们中间能够达成一个比较让我满意的赔偿的话，就接受了，就是最好的。同时这段时间也可以找一个新的工作嘛，相当于说我是白拿了几个月的赔偿的同时，又入职了一家新公司，这样对我来说其实是最划算的嘛。这是在这个我跟我的公司进行 battle 的过程中，我的律师给我的建议。所以后来接下来从4月份到7月份，这中间来来回回，我的公司他也给了我几个不同的条件，但是我当时一直是坚持说我需要4个月的薪水赔偿。其实4个月的话，就我在这边工作的时薪来说，也还算比较合理了，因为我毕竟在这个公司只工作了1年嘛。一般来说，德国如果是你裁员的话，他会根据你在这个公司的工作年限来估算你的赔偿的。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3年，那么他赔给我的薪水应该是按你每个月的基准的薪水，然后乘以一个系数，然后再乘以3来获取你整个的赔偿。那么一般这个系数是0.5到1，也就是说，比如说是3，系数是0.5，然后薪水的基数是1，然后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3年，那么就是1乘以0.5再乘以3就是1.5，那么就是说它最少应该是赔你1.5个月的薪水。那么如果这个系数提高的话，那就可能是1乘以3，你在这个公司工作了3年，他赔你3个月的薪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赔偿。然后我现在是要求4个月嘛。然后之前我这个公司他一直也不同意，然后我们就来来回回 battle 了好几回，因为公司也是考虑到，假如最后我胜诉的话，那么我又要继续回去给他们工作，他就基本上是不可能把我裁掉的，所以他也是一直在给我讨价还价，一直到6月底7月的时候，他们终于同意了我提的那个价格，也就是4个月的赔偿，所以我跟公司的 battle 就也算是告一个段落了。最终我拿到了我想要的赔偿的数目，也就是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1年，然后拿到4个月的薪水作为赔偿。我觉得这个其实还算是比较合理的。说完了我跟公司裁员以及 battle 的相关的经历，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2个很重要的点吧，就是假如你在德国遭遇裁员，你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工作？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遇到这一次裁员有2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是说，因为我现在这个公司裁我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拿到了德国的永居身份，所以即使公司裁掉我，我也不担心会被赶出德国。但是如果你在德国没有拿到永居身份，比如说你是拿了一个蓝卡在这边工作的话，其实你在这个德国的居留身份是要依靠于你的雇主的。所以当你的雇主把你给裁员裁掉的时候，你一般只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找你下一份工作。那么，尤其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好，到处都在裁员，然后找工作又很困难的情况下，其实是压力挺大，也挺危险的。然后，第二个点就是需要买保险，律师险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当公司把你裁掉，然后你要跟公司打官司的时候，而且一般来说，像这种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裁员，员工是会胜诉的，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很坚决的去跟公司 battle，去争取你自己的权益。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出这笔律师费用，我记得我以前咨询过一个律师，就是打完一个这样的官司，而且这个官司一般拖的时间会比较长，可能是8个月到10来个月的样子。然后还有中间还要你要自己出律师费用，这个律师费用我记得是3000到5000欧左右。所以在如果是现在这种大环境不是很好，到处都在裁员的情况下，如果你手上买了一个律师险，那么其实是会感觉有保障一点，至少你在遭遇裁员的时候，你可以很有底气的去跟公司 battle 去打官司，这个也是挺重要的。
然后最后一点，其实我想大家很多朋友也会比较好奇的就是，如果在德国你失业的话，那么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福利？我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吧。就是在德国失业的话，你在德国如果连续工作缴纳2年以上的社保，那么你是在失业以后可以领连续1年的失业金的。然后这个失业金是你以前工作的时候的收入的60%。所以我现在已经领了好几个月的失业金了，其实相当于我之前的工作税后的收入的50%左右吧。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我之前在上海也领过失业金，但是在上海的时候，按我之前程序员的收入，每个月领到的失业金也就不到2000块钱人民币。但现在在德国的话，这个货币的单位是欧元，然后能够 cover 我的房租和我的日常开销，所以基本上接下来1年的时间，我不用太为这个收入来源而担心，也是挺好的。然后这以上就是我关于这一次裁员，然后跟公司 battle，然后以及一些跟德国失业以后福利相关的分享。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点赞、评论以及分享给你身边需要帮助的小伙伴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